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是这个关税的问题上哦。好，川普现在呢是不是已经有牌出到没牌了？所以现在怎么办呢？轮到中国大陆出牌了吗？好，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就提到说，和美国对比，去年中国零售的总额是相当于美国的80%左右。那如果你从实际的购买力来看哦，按照世界银行他们这样的数据跟算法呢，中国是美国的1.6倍。好 ，CNN 也提到说，其实你看到呢，中国大陆发布的部分禁止出口他就说这部分限制似乎主要就是冲着电动汽车的电池生产这些上游供应技术而来。那中国目的是什么呢？要透过这个方式巩固他们在这样的领域具有主导的地位。华尔街日报同时呢也提到说，中国现在正在试图提高外国公司取得中国领先技术的门槛。好，那现在美国财政部呢就说，5月份他们对于外国持有的美国公债确实规模也增加，连续3个月是突破了9兆美元。而且呢，其中看到中国呢5月份呢则是进一步减持，创下了2009年2月份以来的一个新低。那么当时呢，在这个2009年2月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持有的美债规模是7400多亿那现在呢所持有的美债则是连续4个月下降，这已经是远低于过去的水准了。所以美国政治学家就直言说呢，美国现在每次都老想说要让这个亚洲的国家都怕中国，好体现它的这个价值甚至呢也有人直言说，西方国家最过去呢就会用这个白人优越的方式解释他们呢才是天然应该要主宰世界。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些数字来看呢，让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抓狂好，另外呢还有卡关的，还有就是这个稀土的问题上当然就说这个是紧掐住美国的软肋嘛。好，那还有我们看到巴西呢说对中国的稀土出口在2025年的上半年激增来到了3倍，已经是670万美元。这个中国的稀土进口量飙升到历史的新高。而且中国现在来说什么呢？他们也发现到一个新的稀土矿物甚至就提到说，近年来他们发现有很多境内不法分子想办法利用一些其他手段来窃取稀土。好，这给国家安全带来非常非常的严重危害。所以现在呢，中国方面要完全的遏制，也要祭出重手说要截断这些可能会被非法出境的管道。当然呢也被联想了，这会不会是冲着美国呢？因为现在美国非常需要嘛。好，那川普呢则是说，那我们呢对于这个大陆进口美国的石墨我也要来帮你加征关税现在要加征93.5%的关税了。理由是什么？因为石墨获得中国大陆方面呢不公平的补贴这个像什么？有点倾销。所以呢在12月5号之前，他们就要针对这部分来做出最终的决定了。好，那很多人就很担心啦，接下来这个加征税到底会来到多少呢？如果这一项关税生效的话，这个等到连同什么现有关税，中国大陆进口到美国的石墨呢就会要付高达160%的税率了。好，但你看到现在呢，其实川普对于中国态度却一直被认为说呢，似乎在慢慢改变，因为慢慢的要放软了吗？好，因为是不是想要促成这个川习会所以不得不，我们就看到呢，这已经成为说川普好像近期跟官员在开会的时候已经成为是最温和的声音了。因为他就用国安当作理由实施这个晶片出口管制政策呢，现在也出现了法夹弯当然就被联想嘛，你就想要川习会，所以我必须要进一步的缓和美中之间紧张的关系所以美国是不是也有意呢，想要让关税再休兵3个月？那你看到呢，中国大陆在出口额的部分呢，2025光是上半年1月到6月份也创下了历史上的新高。那即便现在全球贸易因为这个关税的议题是紧张的状况之下，但是呢整个出口额却还是不断的在上涨那川普现在当然呢，他改采取这样的温和路线，势必也会引来一些质疑。在这个政府内部就有一些分歧像是一些贸易团队的成员就认为说，你川普呢怎么一改再改？你应该对北京始终就要保持强硬这当然也会在内部会掀起一些讨论只是现在整个美中的关系不确定性呢，以及川普的关税影响之下呢，很多的美国
国企业他们当然是忧心忡忡而且呢认为啊，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变数哦，所以呢，很多美国公司还是不可能会去放弃中国大陆的市场，因为对他们来讲呢，这相对来讲还是蛮重要的。好，我们先请教亮哥哦，现在这个川普啊，是不是已经快要出到没有牌了？不了，美国当然还有牌啦。美国对中国的企业跟个人制裁的就超过1500啊，怎么会没有牌？中国大陆也不会说黄仁勋你给 H20啊，就认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因为 H20大概它的算力只有 H100的20%，在英伟达算是第4级的产品。其实中国大陆我觉得更想要的可能是 EUV 啦，就是极紫外光那个光刻机。那美国现阶段也不可能开放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在盘点自己除了稀土之外，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打科技战啊？那中国的东西倒不是说美国做不出来，而是说它在供应链占有很大的比重，那你非买不可。那这个我觉得中国大陆真的在盘点。比如说无人机的某些组件，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限售了。那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啦。我认为他现在跟美国这个科技战，他也知道应该是长期的，所以他不能只靠一个稀土啊，所以也在找其他的科技供应链，它占比比如说超过全世界60%的这一种冠军企业啊。那至于稀土走私啊，我跟你讲，这个很难免啊，因为稀土很多国家都在买，比如说这一波走私最凶的，据我了解了啊，是泰国跟墨西哥，那你能不卖吗？泰国跟墨西哥你能不卖吗？墨西哥就是汽车业嘛，那汽车业只要做发动机就要用稀土嘛，那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有人去跟墨西哥用2倍的价格收购？这个，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能够防的，大概只有那个最大的出口商啦。那至于这种其他比较小的，你很难禁止。我跟你讲，美国也一样，美国的 GPU H100也管制得很凶啊。可是就传出啊，有人从新加坡，有人从马来西亚，有人从阿联酋，背包客都要把 H100 背回去啊，因为它有利差嘛。对。我跟你讲，这种管制的东西本来就很难防，越管制越有利可图。大的可能很难呐，小的这个涓滴入流，这个真的很难管。而且全世界都要买，你 GPU 全世界都要买，稀土也全世界都要买，你怎么管？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是对几家大的出口商做严格的要求，了解那个客户流向，比如说做好 KYC 啦。那严厉警告你，你不要被我抓到，不然下次就取消你的资格。大概是这样啦。可是这个还是有用啦。就美国即使走私，它能够买到的也蛮有限的啦。所以我认为管制还是有效的，大概是这样。来，翁老师怎么看这个稀土大战？不管是稀土大战还是任何的互相卡脖子的这些牌事实上就像亮哥刚刚说的，其实美中之间双方都是大国，我们要先理解这个思维，就是双方都是大国，双方都有很多牌。我们面对的美中竞争，它不会是一个完全可以把对方打到死，或者是完全可以脱钩的，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完全脱钩，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同一直不停的交锋。我们可以形容美中之间会走上一个就是 detente， 就是低档的一个情况，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交流。美国呢，长期把所谓的产业链外移，现在在川普的任内，他希望产业可以回流美国，可是过去移出了这么多，你在部分可以回流之后，他还是会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做不来，劳工也不够。最终他做不来，剩下的他还是必须跟中国大陆来打交道，而且再加上中国在生产上面确实有优势，所以不管美国有多少牌，我们也必须考虑中国也有牌在打的。所以不管是稀土还是什么的，我们其实现在看到的就是中美之间呢还是会保持这样的一个交流，而且川普其实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要跟中国做交易，就是希望能够访问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当然最近这几个月的所谓的这个中国出口非常的爆大量哦。
主要也是跟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仍然不确定，大家都在抢单抢货是有关系的。因为赶快抢在关税真的落地之前，先赶快囤货。在美国其实现在在美国主要的港口啊，附近的仓储都是满的，大家拉货都拉不完。原因是因为就是怕关税落地之后呢，会有更大的这个损失哦。整体来说啦，我们还是要一直提醒哦，中美之间的所谓的这个竞争呢，它没有办法做到双方把对方压到完全脱钩，完全不跟对方来往。所以在这个其中哦，不管是台湾或者任何国家，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一定要在中美之间保持，一定要有一定的空间，而不是完全截断一方。因为你最后会发现，连美国也不是在跟中国大陆断绝关系。如果最后才认知到这一点呢，可能损失的就会是自己了。对，就是因为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来，帅将军，这种双方经济上的作战不会很快结束的。对，这个是影响很久，影响很长，所以大家不要想看某一件事情就改变了所有东西。那为什么川普那么急的想见习近平呢？他也是打一个拖延战术。他的关税大战打到现在啊，中国在那里抗的话，就形成一个连锁效应，就每个国家还在存着一线希望，跟美国在拖延这个关税。这个拖延下去啊，川普就觉得他的声望会受到损失，所以他就玩这个花招，放一点小会啊，看看能不能引起中国大陆能跟他见个面。这是为了维持他的威望，因为他从关税作战从上任到现在一言再言再言3言，但是我相信欧盟迟早是要屈服的，加拿大也可能会屈服的，但是川普急就急在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必须要跟中国能够见个面呢，这个让我的威信能够建立，让别的国家就很早就屈服。但是呢，这个卡脖子刚刚亮哥讲得很清楚啊。美国对稀土这要的量太大了，对，几十万吨、上100万吨了，因为你什么都要嘛。走私，中国大陆只要对大客户加以限制，甚至于采一个叫饥饿政策。假定你墨西哥造车需要100吨，我给你60吨、70吨，让你维持生存，但是你拿不出来去转到美国去，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用这个手段。那当然走私可以啊，但稀土走私划不来啊。你能几万吨的东西吗？所以最近发现走私是什么？把那个锑矿精炼到一个棒状的东西，包装在别的东西里面去。但是很多基本要的这个量啊太大，所以走私啊不像蔡正元讲了，一个小手提袋里面可以拿很多，背几个背包就可以出来，背一个背包 H100的晶片就过去了。但这是一个长远的斗争呢。当然，这个黄仁俊讲的就很清楚嘛，我让中国大陆要上瘾嘛，不能脱瘾嘛，对不对？有喝酒瘾的人，他忍不住偷喝一口；抽烟的有烟瘾。那这个东西我只要供给你了，你能应付了，就上瘾。那华为的发展就会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这个仗还有的打，真还有的打。你要说很快结束，不可能的，不可能。就是说大家都在盘算嘛，所以现在我们在看外债跟美元的优势能不能还能维持。如果美元垮的话，美国就面临很大的危机。所以中国大陆也很吃力了，自己的地方债、房贷债还要援外拉拢这些。现在双方都在国外找盟友嘛，找盟友要花钱的，对不对？所以都很艰苦了。中美打仗都很艰苦，没有哪一个说是稳坐钓鱼台的赢的，不一定的。所以双方都有受害哦。更多国际内容，马上回来。欢迎您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是不久前山东舰说是当时他们在执行一个远航的实战训练任务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说怎么会有外机靠近滋扰？那面对这样的紧张态势呢，山东舰则是立刻起降来保障中队官兵，希望说呢有最快的速度可以保障这个战机紧急升空。那最后是成功的驱离目标了。所以央视呢也用大篇幅的来介绍这个共军山东舰的中队，那也不光说当时这个官兵他是怎么样来操作
舰载机。那起飞的时候呢，这个关键的画面现在也呈现在观众朋友的眼前。好，那当然呢，我们就看到现在呢，双方啊，在这个角力的状况之下，看2艘中国航母的辽宁舰跟山东舰呢，也曾经说在离日本不远的海域进行战斗机和直升机的起降演习，甚至有些时候他们的起降次数啊，还多达了90次以上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呢，这研究所长就说，这2艘中国航母首次共同穿越第一岛链主要就是要朝美国的军事重地关岛的方向来行驶。而南华早报也提到说呢，这款新一代的攻击型首舰这个四川舰，它配备了一个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就是电磁弹射系统，所以它呢各种航空器啊都可以在攻击当中，它还是能够频繁的起飞。那未来它也有望可以成为整个舰队的一个指挥中心我们看到这个当然是中国方面秀肌肉的部分，但我们来看到呢，川普自己现在是不是内忧外患呢？因为呢他就说他很生气那他现在就砍了加州的高铁补助在这个报告里头呢说他们已经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花费了160亿的美元，那就批评说加州你连一条轨道都没有铺设，到现在17年了，工程进度都还是很慢，只有部分的基础设施是好了。那原本想说，那你至少2030年可以通车吧？但不好意思，现在说呢，应该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让川普呢用这件事情呢说他非常的不开心。那美国的交通部长呢，甚至曾经也公开批评过加州高铁计划，认为这条铁路根本就盖不完，而且是成本很高，管制又太多。那这个项目呢，好像是一个什么？我们现在盖的一条永远不会通往终点的一个车所以呢，当然看到呢，就是美国的政府相当不满那川普也说，我们就不会再为他提供任何的资金，更批评加州州长是领导无方。那川普呢，在禁止这个终止加州高铁的拨款之后呢，美国的交通部长也说，好，我们马上就确认取消40亿的美元。原本是要作为资金的，川普说呢，这叫做什么？我是正式解放你们，免得你还要为大家是老百姓为了这么贵的一个贵的离谱，甚至呢根本通不了的一个高铁继续的花钱。可是纽森就反击他说这是干嘛？川普未来想要把这个美国的未来拱手就让给中国，才会抛弃中央谷地说我们不会让他得逞。这一来一往就看到说呢，在建设性的这个发展的差异好，那所以你就看到这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原因呢？我们刚刚讲到说不可能有人放弃哪一边嘛，所以你看澳洲总理就来参观了成都的大熊猫基地，然后他探望这一只是曾经旅澳15年的大熊猫福尼。另外是我们看到穿着唐装的黄仁勋他到中国演讲他也直言说呢，下一波浪潮中国大陆非常重要他说这个市场是非常神奇的。那比如说你像是有阿里巴巴这样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他们都是拥有非常深厚的电脑科学实力那黄仁勋更直言说，中国的工业是一个奇迹，所以呢，他愿意接下来继续去访问杭州等等的，更有意继续要参加2026的链博会。美国的报告就讲到说确实对于中国市场美企方面也是不愿意放手的。专家说这什么？这叫做体现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因为有80%的企业当中呢，就表示说他们在华投资是为了要服务中国本土的市场。那同时呢，几乎所有企业也认为说，如果没有这一项，企业呢很难保有全球的竞争力好，那既然大家都很重要，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谈判桌上，双方都要摆出大量的筹码嘛。好，有望呢，这什么？这可以让中美科技未来出现一个交易这是什么交易呢？一旦川普觉得说某个政策可以当作筹码，那换取中国在稀土或者是其他问题上的让步，那显然川普呢很可能就会因此来这么做。好，我们先请教亮哥这个当然现在在军事的角力之上怎么看这个中美之间紧张的关系？这个是今年大陆的双航母在第2岛链第3次演习，那前2次都是某一艘先到那个定位。那隔了几天之后，另外一艘再进来，那这一次是一起动嘛，所以当然就引起了美军的注意了不过广义讲，就是第2岛链基本上第1到第2岛链
中国大陆已经把它视为它演练的海域了。那你如果说它的势力范围，我坦白讲，恐怕是台湾岛往前再走1000公里，他会把它视为是它演练的势力范围。那其实这个076啊，等一下将军可以讲更多啦。对，076才是真正要对付台湾的。因为航母不可能，这台湾海域这么小啊，它主要是第二岛链，可是076就不是了。076是2栖登陆舰，而且它高达4万吨，它的肚子里面可以装蛮多装甲车辆，那它又可以放一些飞机啊。那我不知道这076要做几艘啦，我觉得每一艘076都是针对台湾的，所以而且你要知道，它可能会连接滚装货轮啊，一起来登陆台湾。所以到时候直接上来的恐怕都是装甲车辆，就是他如果取得局部空优，那接下来就是装甲车辆不断上来。那滚装货轮有很多都是民间的哦。其实我没有看过台湾演练这一段啊，所以你如果碰到了上来的都是装甲车辆，那你怎么办啊？那我觉得加州纽森已经被共和党视为2028的总统人选潜在对手，所以就是杠上了啦。所以这个纽森也对川普非常不客气啊。所以这个不稀奇了，更何况这个是加州人的痛啊。一个高铁搞了17年还没有结果，对，我们台湾那个机场捷运搞了13年就已经有够丢脸了，已经被骂翻了。加州17年还搞不出来。而且那个总价一直往上调，太难了啦，环保团体一堆啦，地方政府跟这个加州政府还有联邦政府对着干啦，问题太多了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川普这样恐怕是长痛不如短痛啊，还比较实际一点，反正也是潜在对手嘛，帅将军，这076你被点了。首先，我们先讲它这个双航母，我们看它是怎么看的，不是说它往哪里去晃啊。航母作战，假定你有30架飞机，能够每架飞机能起降2次，就等于60架在打仗，起降3次就等于90架在打仗，对不对？所以他们拼命苦练这个起降是有道理的，因为起降的次数越多，代表你的打击能力越高。好，回过头来，亮哥讲的没有错了，航空母舰是往外撑啊，撑哪里？阻止人家美国来增援，或者是日本来增援。它是主援的，打点的呢是076。为什么讲076啊？076 4万吨呢，它那个船舱里面呢，可以装很多2栖战车、2栖坦克。这个坦克是干什么？因为这个量大，它一下上来就建立一个叫滩头堡。滩头堡是什么？往内陆扩增去10几公里，正面有20多公里宽的那么一个半弧形。这个时候，后面的滚装货轮跟这个所谓浮桥船呢，就可以把浮桥搭起来。我跟你讲，任何打仗啊，就是打后勤。你前面的陆战队上去只带了1天的、2天的细行量。2天的弹药打完了就没有用了嘛。我们看德国在欧洲打仗，汽车没有油了，坦克大决战也就输了，因为车子就不能动了嘛。所以打大仗就是打后勤，老共讲的叫后勤保障。后勤保障里面，第一个就打先锋的，一定要有大批的2栖登陆战车出来。这大批的2栖登陆战从哪里出来？076的船肚子出来，它够大。第二个，这个甲板呢，它有好几个用处。它如果说是登陆作战场，上面摆满了无人机，摆满了武装直升机，这就是打滩头、占领滩头阵地的2个重要武器。台湾不是有装甲部队吗？你要登陆，我一定是反登陆啊，装甲部队一定要出来。出来的时候就面临2件事情，一个是敌人的无人机，一个是老共的武装直升机。这就容易把我们的反击部队钉死在打击的路上，所以他会加大他建立滩头堡的成功。滩头堡建立成功了，后勤
物资就利用滚装货轮源源不绝的把大炮了、汽油了、弹药就往上送，这样解放军才能在台湾所谓站稳脚跟，向他的战略目标开进。所以很早以前我一直在注意这条船，它有电子弹射，它电子弹射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船除了做登陆台湾、打台湾的任务以外，它可以支援航母。假定撑到第2岛链，大陆本土的飞机可以飞到这个船上，加油挂弹，再往外延伸1000公里的打击范围，是不是等于又多了一条航空母舰？它可以接受隔壁的航空母舰受伤的飞机，也可以在它这边降落，所以它变成一个叫做准航母。所以076啊，在对外扩张的航母联队里面，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支援角色。最主要的角色就是登陆台湾。我跟你讲，对台湾威胁最大就是这条船。所以我们反登陆作战来讲，想尽办法就要阻止你在滩头建立阵地。滩头阵地一建立，那战略目标就很危险，台北就很危险。所以现在看汉光演习的看法，好像海空军都放弃了，就是打城镇作战，他连登陆作战都放弃，他都放弃了嘛。我们就是主要目标只有演习到城镇。那你既然打城镇作战，我就前面呼吁过，你就老老实实好好的做城镇作战的准备。老百姓输不出去怎么办？道路是应该留给谁用啊？这个外围的村庄、外围的这个据点如何变成一个强固工事？看看乌克兰是怎么做的，你也学会一点了。不要在那里在骗老百姓，搞2个钟头大家车子停在那里的，老百姓也不能去疏散，也不能去进入掩蔽部，这个演习是有问题的。那宜兰炸那个大桥更扯了，你应该往炸北宜公路上的，能够到北部占领宜兰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他只要把你嘉山基地封掉了，宜兰就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了嘛。所以这些问题啊。我希望汉光演习能够落实一点。汉光的最大的毛病，以前不好，也就是因为作秀做太久了。对，就是要演习 OK， 但是要演习的有意义了，要落实。没错。好，汪老师。其实我们说刚刚谈到这个汉光演习，可能假定都有一些状况，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看这个076，其实它呈现出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刚刚讲到电磁弹射，其实电磁弹射是真的是一个科技上蛮大的进步哦。因为美国最新的航母呢，这个福特级的航母，事实上光是电磁弹射这件事情就已经反复的操练，而且还因此延宕了福特级航母正式的下水服役的时间。所以当中国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不管它的吨位是不是能够相提并论，可是光是在这个科技上面就已经呈现出，其实解放军在这个军事的实力啊，就至少在科技上面，确实是让美方当然是会比较紧张哦。那当然，我们台湾呢，有没有针对解放军的这些科技的进展，尤其是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如果有有076，如果他们的战术想定是打算要变成滩头堡，要建立滩头的基地，我们的演习当然也应该要做出相对应的准备才对。可是目前看起来，包括我们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所买的军事的这些装备哦，看起来是美国给的建议，而不是真的针对我们台湾真实的需要，是美国的想象，美国假定我们需要的这些武器。我只是来交作业打分。看起来美国想象的就是我们现在在演练的所谓的城镇战。问题是我必须说，美国期待的我们的城镇战，美国的想法是，当台湾在演练这些城镇战的时候呢，台湾的老百姓看到了之后，会心里面有所警惕，然后因此而心向往之的觉得我们也要准备了。这是我听到比较多保守派的人士呢认为说，因为以色列也是这样的，当你这个把社会的紧张气氛带起来之后，人民就会有感了。可是我说啊，其实文化整个民族性是不同的。台湾的百姓其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下车拍照，然后觉得你这是在开玩笑吗？这个态度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提醒哦，把以色列、把犹太人的这种民族性放在台湾，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对比的。回到我们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这个加州的高铁，我必须说，我们其实德州也10几年到现在，达拉斯到休斯顿的高铁，到现在连土地都还没征收完呢。就对美国人来说，没有一个可以做得成。就对美国人来说，要做这种大型的公共建设，除了当地的民意，还有刚刚亮哥讲的什么征收土地、征收土地啦，然后环保问题啦，这完全搞不完。但是呢，要做这件事情，
情，坦白说，也只有加州可能还稍微可能有一点机会，因为加州人就会觉得说，哦，这很先进，这是科技。可是问题是啊，砸了这么多钱，到目前为止，你看17年哦，到目前为止连轨道都还没铺，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它的落差。理想跟现实有太大的差距，可是民主党永远都站在理想的那一面。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呢，即便我们说纽森可能是有希望的民主党的明日之星哦，但是其实啊，他在整体美国评价还是很差的。那更不用说纽森打出什么拱手交给中国，要打这种中国牌。其实纽森才是真正被习近平高规格款待的如果他真的想要打所谓的这个也是要学所谓的抗中牌哦。事实上，纽森打到自己的痛脚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就像我说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呢，美中之间呢，你可以看到，只要有多一点的国际化的经验的，像美国的企业家、美国的商人，他们在谈美中之间的竞争，都知道，就算这个中国可能是某种程度的威胁，但是是没有办法脱钩的。所以川普的态度也是啊，中美之间要谈的是交易，而不是要完全的对抗。那更不用说我们看到眼睛摆在面前的。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李作恒。首先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亮哥。大平。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哦，是现在啊，这个民进党呢霸团啊，以为自己捡到枪哦。我们最近呢，在很多社群平台上看到好多的亲绿名嘴们都在疯狂的狂打，说你看连赵少康啊，在726都要逃难啦，他都不想要投票啊，他自己都不愿意去投下反对罢免票。说呢，还有人爆料哦，他那天是要干嘛？去看东非的这个动物大迁徙。好，那很多人就说，你看赵少康啊是要这个离开啊，就是他不想投票，不想要承担责任，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不是赵少康阴谋论要剑指党主席呢？但是今天赵少康就直接直球对决了，他说确实他在7月26号的时候原定是要前往东非，没有错啦。但是呢，因为现在大罢免事关重要哦，动物迁徙没有罢免的投票重要，所以呢，他现在呢已经取消了，不会前往东非，而且呢，他还在脸书上点名要不是这些绿媒或是侧翼以为自己捡到枪太开心了，他根本呢也没有想要大张旗鼓还要说开个记者会宣布说自己取消去东非哦。他说他本来就已经安排取消这个行程了，更呼吁选民今天在这个看完记者会之后呢，你726这天一定要出门投票。反恶霸，好多网友都来朝圣说这是不是又是一个绿营大翻车的现场呢？好，我们除了看到这个，还有看到大翻车，还有出现什么状况呢？昨天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他在万安演习的时候呢，就直接当面劝诫总统赖清德，他说呢，不要在自己人里面当中找敌人。我们现在来听，团结来自于我们都是一家人，枪口绝对不对内，理性务实的决策者绝对不会把台湾变成热点。所谓共同的信念就是反共、反并吞、护主权、维护民主，反共护台成为守护台湾必要、真实、具体的行动。好，我们昨天这场看真的太精彩了，有2个人都直接当面隔空这样子，虽然呢没有点名对方，但是呢这想必大家都看得出来是在讲给谁听。但我们刚刚看赖清德说呢要反共可是呢就连他自己所这个赖政府提名的大法官被提名人2个人呢都主张说共产主义这是言论自由，那如果你不满的话，其实应该要从修宪法开始好，那我们看到内政部呢公布也说我们有一个政党叫做台湾人民共产党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呢，那你是不是第一件事先去把这个党给解散好了？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汉光演习其实呢这个是今年是一个史上最长的汉光演习，它包含在北部地区呢出现了阿帕奇的直升机、黑鹰直升机他们用热加油，而且挂弹了20分钟好，这是一些汉光的画面而且呢有模拟一些像是守住象山隧道万板大桥甚至连民间公车也上阵。另外是呢还有你看在凌晨他们也利用台北捷运来进行演习，而在台南地区呢也是封了北安桥说是在这边
边啊路面步钢刺猬和废车来阻敌，看得出来呢，就是模拟未来如果发生战争可能会变成城镇战的一个状况哦。但有一个我们大家也看了有点疑惑，因为呢，你看上次呢在花莲的部分呢，就是模拟说，如果国福大桥被炸毁的话，那他们就要借此来阻绝共军的攻势哦。但我们就很疑惑啦，因为国福大桥它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嘛，它在嘉山基地的南方，花莲港的西北方哦。好，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你把它炸掉的话，那是不是跟你本来想象的战略是不太一样的呢？那另外呢，你看国军要怎么样来运补呢？所以我们就说哦，这个是不是这个没办法，没有先想好整体的战略呢？好，那再假定哦，退一万步来讲哦，美军真的会有运补吗？就连哦，在当时我们都还有建交的状况之下哦，823炮战啊，我们看到那时候有建交，而且呢也有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甚至呢还有驻台美军的顾问团，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也只愿意护送到金门，所以真的会有美军来运补吗？好，那反正呢，看起来赖总统呢也没有在 care 哦，我们看到他很做自己哦。我们来看哦，像是呢，在这个有报道哦，就说直击到汉光演习的最前线哦，说金门将领呢还曾经笑称说什么开战的话，他会直接带兵躲山哦。好，这里头就说金门县的官员透露说，有将领竟然这样告诉他，说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那他会先躲起来。还有是呢，我们自己汉光演习哇，出现了好多事故哦，这事故多到还登上了外媒的版面哦。你看，像是这个外媒呢，就提到说，这些事故啊，凸显什么？在台湾城市进行区域作战的复杂性，更直言说呢，这代表什么呢？这个我们的街道啊，太错综复杂了，所以共军要打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哦，就能够掌握的。那但他们也提到啦，说前提是台湾自身的防御部队啊，要能够完全的掌握怎么样在城市当中运作才可以哦。而且呢，外媒也分析说啊，他们看赖总统是什么？性格固执，那很多言论实在是太急性了，所以呢，常常会引发一些危机哦。好，我们讲到了这个性格固执哦，我们来看呢，就是国民党之前呢召开一场记者会，那其中呢有立委就提到说，中国什么时间点会射飞弹？好，这件事情呢就让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觉得自己捡到枪了，他说这是什么？你看这就是亲共通敌的铁证哦，不然你怎么知道中国会事先发射飞弹呢？就很多人就说，王定宇你是真不知还是故意在制造谣言啊？因为呢要射飞弹，其实都会先公布时间点啊。先请教亮哥，怎么看昨天哦？这个好像好多绿营人士都觉得自己捡到枪了，就今天赵少康马上告诉你哦，你们搞错了啦。赵少康可能诱敌深入了，真的。我坦白讲，他第一时间讲，他4月就买了机票了，参加这个旅游团。那昨天他是说长颈鹿托梦啊，因为这几天他就是都没有正面回应嘛，所以好多的亲绿的名嘴都觉得。好了，我自己在直播了，我也知道蓝营很多人对这个有意见了啊，不过我觉得很好啦，他这样诱敌深入，反而让这个绿营那些人就翻车嘛，对，尴尬了。我觉得赖清德讲这个实在是很奇怪了，你就是要掩饰你反中嘛，故意把它说成反共嘛。好，那如果你反共，我请问你，民进党的党纲有反共吗？如果反共那么重要，那民进党为什么在他最主要的党纲不写这个呢？民进党最重要的党纲是台湾要经过全民公投，要建立国家嘛。那你为什么不写反共？你为什么去上海跟共产党握手？根本都不能解释嘛！我跟你讲，他现在是语无伦次了，因为他知道大罢免的声势在下降啊，明明就是抗中保台、反中嘛，扯那么多干嘛？有哪一个国家在讲国家的信念是把反共放在前面的？都嘛讲自由民主这些正向的价值。美国有说国家的信念是反共吗？没有啊，你去看美国的宪法好不好？没有一个国家啊说我是基于反对什么而存在，都是基于正面价值而存在。以前
国民党会讲三民主义嘛，那后来就讲自由民主啊这些价值嘛，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慌了啦，因为他知道他必须要强调反中，不然罢免票动员不出来。可是讲反中争议太大，所以现在开始想要他们抗中保台，现在都故意不讲，对，改说反共护台，谁不知道你在干嘛嘛？哎呦，所以我觉得讲这个也没什么用啊，反正大家都知道你的底色是什么了啊。那我觉得，事实上赖清德最近，比如说他要去花莲，本来不是有第7奖，取消了，那现在又取消了，对，不是很奇怪吗？第7奖主题不是民主吗？你为什么不敢讲？你为什么不敢面对国人来讲民主呢？不然你第7奖改名反共好不好？我就觉得他真的是问题很多一个总统讲到第4奖，他就不再讲了啊。那后来刘彩薇不是爆料，说事实上在台南同乡会的那个福伦社又偷偷讲了外交，外交照理讲是你的第5奖，你应该讲给国人听啊。你自己不是要去美国，这个都可以做报告嘛。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是乱了套了。当然呢，我们看到呢，就很多人说，那赖总统不讲了。刚刚提到，就很多人说可惜哦。不过我们帮他澄清一下，刚刚讲的事先公布是讲说公布这个发射卫星的部分呢。好，来请教帅将军呢，怎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汉光演习啊？好像是有人认为说，你这个战略上是不是根本就有一些问题呢？汉光演习，我觉得是可以啊，必要啊。你现在不是面临危机吗？但是汉光演习你做的东西，我觉得昨天我刚好到新店去吃个饭，吃完饭出来就碰到万安演习了，看到万安演习，马路上没有车子了。最奇怪的是不准行人走动，打城镇作战这个部队一定要利用道路，从东边拉到西边，西边拉到南边，南边拉到北边，去做各种应急的动作。所以道路是要让给谁呢？军车、消防队、医疗急重车，但是行人不能管制因为你城镇作战，我上次就讲了，台北市200万人疏散不出去，桃园疏散不出去，那势必要都市里面集中就要找防空洞，找这个消防的位置。那我的位置刚好就在捷运站旁边，你连我在马路上行人走路都不让走，那大家是怎么在马路边上挨炸嘛？我跟你讲，抗战的时候，重庆天天挨日本人轰炸，防空洞都可以容纳上万人呢。那今天台湾没有这个设施，好，就利用什么地下室捷运站隧道，那你怎么能够不让老百姓走动呢？那你显然演习的时候考虑，你只是放2个钟头警报，大家在那里僵在那里2个钟头吗？这不符合战术作为。第二个，既然是200万、400万都出不去。那台北跟桃园既然都是未来共军的作战的一个要域，看看俄乌经验嘛，对不对？乌克兰他是把老百姓输出去了，这个是符合城镇战的要件。台湾输不去怎么办呢？那你就要把人往都市里面集中，找到掩蔽地方。那靠近城镇的外围，就像你像红军村打那么久打不下来干什么？它附近的村庄都变成防御阵地了，那我们在桃园什么八里了、竹围了这些地方，是不是要把那边老百姓撤到都市里面，把那个村庄、把那个外围变成城镇作战的碉堡跟工事嘛？这是读过军事人都知道嘛。你靠那个有刺铁丝网，那几个沙袋能挡得住坦克车冲锋吗？那个一点就破了嘛。所以这个问题汉光演习，我觉得赞成的原因是说，你部队真的要拿出来练一练，你才找到你什么缺点嘛。昨天我看他们的部署漏洞百出Apache 是反战车是好武器，那你在北部跟南部2个基地一定是被炸，所以你要疏散出去，油弹补给点就要藏在隧道里面，藏在哪里？那直升机也要隐藏在树林里面或者哪里做临时起降，学校、操场都可以。那个机动油弹补给点，你马上加油，你还可以有一站的东西。所以真正战术上的东西，在汉光演习我没有看到。
就是在呼应赖清德的抗中保台这种恐惧心理来搞他的大罢免。所以昨天表现最优秀的是蒋万安呢，一下把这个问题点出来了嘛。你赖清德不是讲要团结，你团结才能抗中嘛，你才能保台嘛。不是你赖清德投票的占人民的60%多你在打在野党、打民众党、打什么国民党，你这个叫团结嘛？好，内斗斗得不停，你还想抗中吗？你还想保台吗？这个非常矛盾的。我觉得万安不错哦，很有勇气，直接点出这个问题的症结。我跟你讲，国民党未来的主席也好，总统候选人就要找这种人有个子的，不是那个马吉一样的那种人在那混。你怎么对付这种邪恶的政党？对不对？有人还跟我讲他太年轻，他什么年轻了？他是50岁了，足够当一个候选人了，他凭什么不可以啊？还在找那些马吉在那里搞。好，我们来继续问老师怎么看呢？现在当然外媒对赖总统有很多的分析啦。是我先说的，万安跟我年纪一样哦。其实那个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大我们2岁而已，事实上绝对是可以足堪大任。但话说回来，我觉得其实赖总统的反应哦，也许真的是万安演习演的这个实在是入戏太深，所以他觉得万安在演习近平哦，所以他的这个非常生气哦。你看他的这个什么反共啊，脱稿吧，非常非常生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有上来。那当然我们也说，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有的时候啊，这个格局还是要拿出来。那很不巧的，我们这个看起来格局没有出现哦。那整体来说，万安演习这件事情，其实刚刚帅将军还有这个亮哥都有讲到。事实上，如果要做演习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演就要认真的操演。包括我们在美国，一定有很多人在观察，甚至外媒的报道，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人家已经很婉转的告诉你，你演的实在是太差了，很多的想定跟周边的配套都没有做。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们做好像都做一半，军方在演，但是人民呢在旁边拍照等等？如果你真的想要演给美国人看，说我们有好好的在准备，那你就应该早早的把人民群众大家都要动员起来。可是偏偏考虑到政治的这个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你太去扰民，你让人民真的觉得很担心了。其实民进党非常清楚哦，如果真的把人民通通都骚扰到了，其实人民的反感度是很高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导致我们的万安演习其实做到一半，只有蒋万安真的在演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了我们老实说，想要秀给美国人看，说我们社会韧性、全民防卫，可是演成这样子的结果，反而会让美国，我必须要特别的郑重的提醒哦，这样的结果会让美国有一些本来就有弃台论的人觉得，你看。台湾就是这样，我们对于台湾的支持成本太高，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做，那就要认真的做，而不是为了政治来做这种意识形态的操作，好像在表现军事的这个动作，但是事实上，它只是再次的凸显台湾老百姓对于所谓的演习，对于所谓的中共扰台或者是反共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哦，事实上大家的意见没有一致，而且呢也没有展现团结，这个不团结。美国人看了，或者全世界各国看了，其实看得非常清楚，只是人家还没有说出口。你们的做法会导致可能要支持台湾更加困难。对，就担心反而是变成台湾的一种危机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